我是在大4那年認識回校的男朋友，他比我大了3歲。我們愛情長跑整整4年的時間，本以為彼此都是對方的唯一，卻沒有想到，在訂婚前的1個月，我忽然發現男朋友在深夜用自己的微博小號發了一條微博，配圖是一個女生的背影，而文案是他只是將就。大家好，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定下來婚期以後，我就開始忙碌，哪怕把公司的事情都推到了一邊，人際關係和其他安排還是讓我忙得焦頭爛額。我和男朋友宋世安是在大學的時候認識的，接觸以後才發現兩家同樣都是開公司的，而且市值差不多，也算得上是門當戶對。本以為我和他的認識是上天自有緣分，卻沒想到我信任的他給了我狠狠的一刀。這天剛收拾完工作上的事情，看了一眼，時間已經凌晨1點了，揉了揉腦袋，準備今天晚上就睡在公司裡面了。一番洗漱以後，剛躺到床上，我就打開了微博，開始看東西。無意之間刷到了一個有些眼熟的賬號，仔細想了一下，才想起來，這是我前段時間發現的男朋友的小號。然後有興趣的點了進去，開始觀看，卻發現事情的走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看見那個並不是我的背影的時候，我有些吃驚。再看一眼那個文案，我感覺我的頭都大了。又仔細地看了一遍，確定確實是男朋友的小號以後，我看了一眼床頭櫃上剛被我選好的喜糖，又想了一下已經做好但是還沒有發出去的請帖，忽然覺得這個世界都玄幻了起來，顫抖着手把這個東西截了圖。我毫不猶豫地把這個截圖發給了未婚夫，那邊很快發過來一個問號，然後就是一個電話打了過來，我點了拒絕，然後發過去了一條消息：我們明天在公司樓下的咖啡館見一面吧，現在我要休息了。說完以後，我直接就把手機關機，眼淚啪嗒一下落在手機上。哪怕從一開始我就知道愛情只是交易，而婚姻只不過是讓交易更加牢固，但是我怎麼可能會不對自己未來的丈夫付出感情呢？這幾乎實錘的事情讓我忍不住有些情緒崩潰。但是一想到明天還要處理的大筆工作，剩下的眼淚怎麼都哭不出來了。我安靜地睡了一覺。第二天，宋世安早上8點就出現在了我的辦公室外面。我現在看着他的臉，雖然還是傷心，但是也願意給彼此保留體面。那個微博我不是故意發的，我那個時候喝了酒，有點醉了，腦子不清醒。你別把這種陳年往事放在心上，我早就不和他聯繫了。宋世安一進來就開始給我解釋，但他的話也直接性地證明了這個微博就是他發的，照片是一直在他手機裡保存的，文案是他自己想的。我們沒有什麼必要進行這個婚禮了，把婚退了。父母那邊我會去解釋，至於你的父母，相信也用不着我來安撫吧。我用自己最理智的情緒來處理這件事情，而宋世安在看見我這麼理智以後，他的情緒反而控制不住了。他一臉不可思議地看着我，仿佛我說了什麼驚世駭俗的話一樣。林言和，你沒搞錯吧？就為了這麼一件小事，你要跟我退婚？你知不知道婚禮馬上就要到了？我當然知道，我比他們所有人都要知道，因為這場婚禮是我一手策劃，每一個地方都是我的心血。我在婚禮上付出了我的時間和精力，只為了讓自己在人生最重要的那一天能夠開心。宋世安卻在深夜緬懷過去。我有精神潔癖，
無法接受自己相戀這麼多年的男朋友心裡還有着其他人。宋世安，或許你沒有搞清楚，我是通知你，能明白嗎？宋世安聽見我這話，一臉憤怒地踹了一腳旁邊的地腳桌，看上去恨不得像是想衝上來揍我一頓一樣。好樣的，林言和，我看你怎麼跟你爸媽交代。他說完以後，又猛地踹了一腳桌子，才轉身了一個。我看着已經被踹歪的桌子，還有從上面掉下來的東西，整個辦公室裡面一片狼藉。宋世安之前從來沒有在我面前展示過這麼暴躁的一面，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他可以這麼兇。打開手機看了一眼朋友圈，宋世安在1分鐘之前發了一個文案，內容是自由，許多共同好友在下面點讚，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沒有超過1個小時，我媽、我爸、我哥都開始瘋狂地給我打電話。豪門之間的聯姻不需要感情，裡面齷齪的東西讓你感到惡心。而我在那個家裡也完全沒有感受到溫暖。不過好在我哥是個草包，所以公司可以歸我。我有些心累地看着不停來電的手機，連工作都沒有心思處理了。一直到將近中午，我一直坐在椅子上發呆，直到辦公室的門忽然被推開。我順着視線看過去，是林軍書，他跟我同姓，從小到大和我一起長大的朋友。你怎麼來了？我記得你在外地。我有些好奇地問道。林軍書卻什麼都沒說，大步來到了我的面前，然後直接單膝跪下。你要做什麼？我有些害怕地驚呼出聲，他卻直接鬆開自己一只緊握的雙手，裡面是一個紅絲絨盒子，而盒子打開以後，裡面是一個很大很閃的戒指，是我一直都想要的那一款。只不過宋世安說我每天處理工作，根本沒必要戴那麼貴的戒指，隨便買一個應付一下就可以。所以哪怕宋家有很多錢，宋世安還是給我選擇了一個廉價的戒指，而我只能欺騙自己，他只是覺得這個東西不重要。嫁給我吧，我可以幫助你很多，無論是公司還是家庭，我都是最好的選擇。林軍書說話的時候，一直緊盯着我的眼睛，讓我忍不住有些害羞地移開視線。為什麼？我的意思是，為什麼你會選擇我？林軍書垂眸想了一下，再次抬起眼睛的時候，依舊還是一臉認真地看着我。林言和，他的話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打斷，下意識地看了一眼來電備註，是宋世安的媽媽。我用眼神示意林軍書去看這個電話，然後有些無奈地聳了聳肩。你看我現在的處境，本以為在發現這個以後，林軍書會知難而退，畢竟他在我心裡的形象一直是清冷矜持、理智清醒的。結果，此時的他看了一眼手機，又看了一眼我，然後直接毫不猶豫地從桌子上拿起了手機，點擊了接通。言和呀，你和石安吵架了。年輕人之間小打小鬧很正常，婚禮還是應該繼續進行的。宋媽媽說話的聲音從手機的那頭傳過來。就在我想開口解釋一下的時候，林軍書忽然搶在我前面開口說話了。阿姨，我叫林軍書，是林言和的現任未婚夫。你家兒子心裡不乾淨，就不要去禍害別人家的小姑娘。歡迎阿姨到時候來參加我們的婚禮。說完這一大段話以後，在我目瞪口呆的表情裡，林軍書直接就掛斷了電話，然後毫不猶豫地把手機關機，又扔回了桌子上了。林軍書，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麼？我一臉驚恐地想要去拿手機，手剛伸出去，被他攔了下來。林言和，我想我們應該好好談談。我不是在強迫你，你父母最近在給你哥哥找媳婦，彩禮裡面有5%的股份。
林君書的話讓我愣在了原地，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反應。什麼意思？林君書像是有些不忍心，但隨即他還是義無反顧地把話說出來了。你父母最近一直在外面說，如果可以嫁給你哥，只要各方面條件都過關，就可以代替你接手公司。我下意識地搖了搖頭，太荒謬了。我大學畢業之前就開始熟悉公司的業務，大學畢業以後就一直在公司裡工作，可以說這公司裡有我大部分的心血。從我進入公司的那天起，父母就答應了會把公司留給我，所以哪怕我明知道他們並不愛我，我還是願意相信他們。結果現在跟我說公司要給別人，看着我滿是受傷的臉，林君書雖然有些不忍心，但還是覺得應該把話一次性說清楚。林言和，如果你錯過了宋氏案，哪怕是為了你哥，他們也不會讓你在家繼續待下去，會給你安排新的联姻對象。頓了頓，林君書才繼續說道，本來我不想插手這件事情的，但是看在我們這麼多年的交情上，我願意救你一下。如果你同意跟我結婚，我可以讓你繼續掌管這個公司。他的話帶來的信息量實在是太大了，大到讓我暫時難以接受。所以哪怕有這麼多年的交情在，我甚至懷疑他在騙我。林君書，你不是在騙我，對嗎？我顫抖着聲音確認道。他點了點頭，眼淚在一瞬間從臉頰滑落。下一秒，我擦乾淨自己臉上的眼淚，去拿桌子上的手機，然後開機。我要自己去看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如他說的那樣。在通訊錄裡翻找了一遍，我最終選擇給一個朋友打去了電話。他消息最是靈通，這個圈子裡的大部分人都能說得上話。許懷玉，咋了？那邊的聲音聽起來嘈雜，過了一會兒才重新變得安靜起來。我有件事要問你，你如實跟我說。聽見我這麼嚴肅的語氣，電話那頭的人不由得也有些好奇起來。行，我爸媽最近在給我哥找兒媳婦。對呀，還要求什麼高學歷、高顏值，找個好基因的。不過你爸媽出手挺大方啊，直接就給5%的股份。許懷玉不明白我問這個是為了什麼，直接就把所有的話全部托盤而出。聽到他說這些的時候，我其實已經相信了林君書的話。之前我哥說結婚要找個溫柔賢惠的媳婦，我媽一直很同意，一直說兒媳婦就是要留在家裡好好伺候我哥。我雖然不贊同，但是一直沒說過什麼。後來我媽每次給我哥介紹對象，要求都是溫柔賢惠、會做飯這種的。就算是彩禮，也只提到了現金和房子，從來沒提起過股份。現如今我馬上就要結婚了，他們忽然就有這個要求了。我不信，真的沒有任何圖謀。謝謝，掛了，把電話掛斷。我的心情複雜到幾乎難以言語。林言和，我會幫助你得到你想要的東西，而且目前我是你最好的聯姻對象。林君書又一次跪了下去，並且拿出了自己手中的戒指。確實，如果我有腦子，那我就知道它是我現在可以抓住的唯一一個救命稻草。為了自救，我只能抓住。手被我伸了出去，林君書替我戴上了那枚戒指。林君書，你到底是圖什麼？他是一個地道的商人，我一直都知道。但是他今天的舉動卻讓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要做什麼。林君書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下，最終搖了搖頭。時間還長，以後我會告訴你答案。林君書是加急從外地趕回來的，所以求婚成功以後，他還必須要趕回去。我們兩個說了2句話，他就走了。而在這個時候，我終於整理好了自己的心情。沉迷於情愛並不能讓我吃飽飯，
困在情緒裡面，也只會讓我越來越難受。就在我準備好好工作的時候，辦公室的門居然又一次被人推開了。進來的人是怒氣沖沖的，我媽和我爸，後面還跟了一個我哥。林言和，你居然敢不接我的電話，還真是長大了，翅膀硬了，連親爹親媽的話都不聽了。我爸媽最討厭有人掙脫他們的束縛，強烈的控制慾一直伴隨着我的成長，就是不跟家裡商量就敢退婚。現在好不容易釣到的金龜婿沒了，我看你以後怎麼還能嫁得出去？我哥吊兒郎當地坐在了我辦公室的沙發上，在一旁煽風點火。他從來看不得我好過，而我爸則是沉着一張臉，也坐在了他的旁邊。這一家子今天是非要審判我不可了。言和，你去求他，無論如何都不能解除這場婚約。你已經長大了，不能再意氣用事了。這場婚姻意味着什麼？你知道？我爸說話了，他是這個家的一家之主，是公司裡面控股最多的人。從小就在他控制之下的我知道，如果我不按照他說的做，那他就會按照自己的方法讓我去那麼做。手握緊了自己的衣服，我倔強地把頭扭在了另一邊，無聲地去抵抗。看見我的反應以後，我媽情緒則是更為激動起來。她本來出身就不錯，後來嫁給了我爸，更是一直在家裡享受生活。人生最大的樂趣就是在我身上找存在感。林言和，你記不記得是誰把你養大的？你的婚姻必須給公司帶來利益，要不然你就給我滾出家門。我媽此時說話的樣子完全不像一個豪門貴婦，反而像一個正在撒潑的潑婦一樣，看着他們一家子都針鋒相對、落井下石的樣子，我的心裡忽然有一種暢快。雖然我們家和林軍書表面上看差不多，但實際上裡面的差距還是很大的。只要我跟他結婚，我父母就不可能控制得了我。或許是我長久的沉默，讓他們認為我還是想反抗。我爸冷冷地瞪了我一眼，然後從沙發上站了起來。林言和，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12點之前，如果你不能挽回這場婚約，你在公司的所有職務都會被罷免。我爸說完這句話，轉身就想走，我卻忽然很好奇，他如果知道我的新的未婚夫是林軍書會怎麼樣？宋夫人沒有告訴你們我有新未婚夫了嗎？一邊說着，我伸出了自己的雙手，上面有一顆碩大的鑽石戒指。我爸轉過了身來看我，我媽和我弟也都一臉不可思議地看着我。看來他沒有告訴你們，我的新未婚夫是林軍書，林家的那個林。爸爸，你還要那麼做嗎？我略帶一些嘲諷看着他們，只見他們全部呆滯在原地，不知道該作何反應。肉眼可見的他們一臉慌亂，但很快就穩了下來。你們準備什麼時候結婚？還是我爸接受能力更強一點？下個月。聽完我說的時間以後，我爸點了點頭，轉頭就走，而我媽和我哥他們都瞪了我一眼才離開。辦公室的門被重新關上，我忍不住笑出了聲，真的是太暢快了。我和林軍書的事情在1天之內就傳遍了整個圈子，起碼從我朋友口中聽到的都是對我的讚美，都在誇我結婚1個月還能換新郎就算了，還換了一個更好的。宋世安根本就比不上林軍書，他頂多算一個紈絝子弟，而林軍書則是實打實的總裁。聽說我單方面把婚禮的日期說出去以後，林軍書迫不及待地在有空以後就帶着我來了婚紗店。當看見我站在鏡子面前穿着一身雪白婚紗的時候，林軍書忍不住對着我拍了一張照片，發了一個朋友圈。察覺到他的動作，我湊過去看，然後忍不住笑出了聲。
林總朋友圈不都是合作夥伴嗎？怎麼還能把我也發上去？我打趣道。眼看着朋友圈發出去不過幾分鐘的時間，點讚裡面不是這個總就是那個總，給我逗得嘎嘎直笑。林君書沒在意，看了一會兒以後，把手機關了，給我繼續挑選婚紗。來之前我有說過可以自己來的，但是他拒絕了。他說那不只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我被這句話深深地感動了。當初說要和宋世安結婚的時候，他從來沒有陪着我辦任何東西，所有事情都是我親力親為。雖然當時我心甘情願，但是現在一對比起來，才發現誰好誰壞。選了一天的婚紗，準備回家的時候，我才發現有個事情沒處理，需要去公司一趟。林君書本來想陪着我一起待在公司，但是他忽然也有了一件要去現場的急事，於是我就讓他把我放到了公司門口。一路上十分好心情地坐電梯上來，卻在我辦公室門口看見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人。此時公司裡的所有員工都已經下班了，只有某些還在特定區域加班的人。宋世安就那麼大咧咧地站在我的辦公室門口，讓我嚇了一跳。林言和，你真的準備跟他結婚？他的話讓我感覺十分搞笑。不和林君書結婚，難道跟他結嗎？我點了點頭。宋世安在聽到這話以後，情緒瞬間激動起來，他忍不住走了2步過來，想拉我的手，被我躲開了。有事情你就說吧，別拉拉扯扯的，影響不好。聽見我這麼公事公辦的語氣，宋世安忍不住紅了眼眶，但很快他又倔強地看着我。林言和，我不信你那麼狠心，我們馬上就要結婚了，難道你真的能捨棄我和別的男人在一起？說實話，從那天我看見那個微博的時候，就沒想過要和他繼續。再到後來他主動承認這件事情，從那個時候起，我們就已經沒有結果了。哪怕是沒有林君書的出現，我也不會選擇跟他度過餘生。宋世安，我跟你不一樣，你哪怕心裡有別人，也能和不喜歡的人將就。我不行，哪怕是沒有愛情也可以，但我絕對不能接受我的老公心裡有別人。我很鄭重地跟他說，我以為他起碼可以理解我話裡面的意思，卻沒有想到宋世安皺着眉，一臉難以理解地看着我，仿佛我說了什麼大逆不道的話一樣。但是這個圈子就是這樣啊，你就算不能接受，也要考慮公司和家族。這句話說的真是大義凜然，精神出軌就精神出軌，無法保持專一，就說無法保持專一，何必把小眾的行為大眾化，然後讓我接受？宋世安，我不管你怎麼想，就算是如你所說，林君書才是我更好的選擇。說完這句話以後，我又想起來了一點別的東西。我現在是有未婚夫的人了，我們下個月就要結婚，你還是離我遠一點吧。我不想讓我未婚夫誤會。宋世安像是被我這句話打擊到了一樣，他連着說了3聲好，然後直接飛奔離開了這裡。我看了一眼他離開的背影，有些無奈地搖了搖頭。自從有了林君書這個強有力的後盾以後，我爸媽和我哥他們終於不敢再繼續作妖了，甚至對我的態度還好了不少。但是早已經認清楚他們一家人真面目的我，已經不會再為了這一點感情就卑躬屈膝了。伴隨着婚禮的日子越來越近，林君書為了給我一場盛大的婚禮，特意搭建了一塊新的場地，把全城的玫瑰花都買了，用來搭建一個花海。這件事情傳出以後，自然引發一片轟動，連熱搜都上了2次。林君書，你一點都不心疼錢嗎？我從小就沒有太多的零花錢，
所以長大以後就變成了摳搜的性子，總覺得能省就省。林君書聽見我的話，搖了搖頭。林言和，你腦子裡在想什麼呀？這可是你的婚禮，你居然還想着省錢。我沒敢告訴他，雖然這確實是我的婚禮，但是實際上我並不覺得這一天和其他時候有什麼區別，因為我現在對林君書還只是簡單的感覺，談不上有多喜歡或者愛。看他這麼認真的樣子，我沒把這些話說出來，壞他的心情。本以為後面的一切會正常舉行，卻沒想到宋世安居然繼續作妖。明天就是婚禮了，因為一開始定好的流程是我從我家出發，林君書來接我，所以我今天晚上選擇了住在我家。就在我準備早點洗漱，好休息一下的時候，家裡的保姆忽然一臉為難地上來敲我的門。怎麼了？打開門以後，就聽見外面隱約傳來一點嘈雜的聲音。宋少爺又來了。保姆一說宋少爺，我就知道是誰，有些為難地扶了扶額頭。我從房間裡出來，下樓去了。院子裡，我爸和我媽他們正一臉為難地看着站在院子裡大喊大叫我名字的宋世安。宋世安，你來我家裡發什麼酒瘋？只是簡單的靠近，我就聞見了一股濃重的酒味，讓我惡心的想吐。我這個人最受不了酒精的味道了。看見我出來，還有一點殘存意識的宋世安踉蹌着要來拉我的手，結果腿一軟就跪在了地上。林言和，言和，我帶你走吧。我現在才發現，我真正愛的人原來是你。你不要跟他結婚，好不好？宋世安說着，眼淚就流了下來。他滿腔深情地看着我，卻全然感動不了我。明天就要結婚了，如果我今天真的跟他走，那我的後半輩子就完了。所以我搖了搖頭。宋世安，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他匆忙地點點頭，哪怕是爬着也想過來找我。林言和，我知道你也愛我，所以能不能再給我也再給你一次機會？我現在真的滿心滿眼都只有你，這幾天我都要被折磨瘋了。宋世安的話讓我父母都有些擔心地看着我，他們並不希望我今天逃婚，畢竟這關係着公司的聲譽，而且如果我真的跑了，林家如果生氣要追責任的話，我父母肯定要去賠禮道歉的。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宋世安，我以為我上次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真的一點都不喜歡你，你能不能不要打擾我的生活了？我很無奈。宋世安在聽到這話以後開始瘋狂地搖頭。就在他想繼續開口挽留我的時候，林君書忽然站在了院子門口，他用一種很冰冷的眼神盯着宋世安，然後直接一揮手，讓手下的保鏢把宋世安拖了出去。我這2個保安今天會守在院子門口，不會讓這種人再來打擾你們休息了。林君書說完這句話以後，直接快步走到我面前，然後拉着我的手就去了我樓上的房間裡。我被他猛地甩在了床上，房門被他反鎖。他一步一步的越來越靠近我。你幹嘛？林君書開始脫自己的衣服，我有些害怕的往後退了退。要不是我來得及時，你恐怕就要跟他跑了吧？我老婆都要沒了，我還不能生氣嗎？我有些無奈的笑了笑，開口想給他解釋，林君書卻直接壓到了我身上。我不想聽你說話，你給我抱一抱吧，抱一抱我就不生氣了。他的氣息完全的包裹着我，讓我感覺到一陣的心安。雙手環抱住他，我忽然對他有了一點感覺。林君書，真的是因為聯姻，所以你才會選擇我嗎？他給我的感覺實在是太不像了，很像是蓄謀已久。他知道我要穿的尺碼，知道我的手指大小，知道我的喜好，還能完美的照顧到我的感受。
這幾天的不真實感越來越重，我很害怕這只是一場夢而已。林君書忽然在我耳朵旁邊笑了一下，帶着一點蠱惑人心的意味。我被他哈出的熱氣吹得有些瑟縮。笨蛋！說完這2個字以後，他就從我的房間離開了，而剛剛脫下來的西裝外套也被他拿走了。我長久地躺在床上，仿佛還能感受到他剛剛抱我的感覺。這場婚禮如同一場浪漫至極的美夢。我走在紅毯上，距離林君書越來越近，視線無意間落在下面。宋世安一臉憔悴難堪地死死地盯着我，他頭髮髒亂，衣服還是昨天那套，下巴上長出了新的鬍茬，眼睛裡布滿了紅色的血絲。我笑着微不可察地搖了搖頭，繼續走向林君書。司儀問出了最經典的問題，我笑着說出我願意，而林君書也做出了跟我一樣的回答。有花童上來送戒指，我輕輕地給他戴上。林君書拿起另外一枚戒指也給我戴上，然後他凑近我說了一句話：林言和，我愛你一輩子。有些粗糙又不加掩饰的話，卻讓我感覺一整顆心如同小鹿亂撞一般。我們在全場人的注目之下接吻，收穫來自所有人祝福。也是在這天起，我清楚，我人生的高潮已經到來了，往後餘生皆是幸福。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麼想說的、想吐槽的，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